上一集跟大家分享了我为什么要关掉社交账号，那这一集想跟大家分享我在过去是怎么透过 IG 看到自己身上的阴暗面。其实关掉账号这件事不是一个冲动的决定，而是在某一天我意识到每次打开 IG 我都不太舒服，但我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集想跟大家聊的就是在那段时间我在 IG 上看见了自己的什么。以前在用 IG 的时候，每次看到网红发各种照片或者是影片，我的心里都会突然冒出几句话：网红又怎样？他们也是人啊，他的脸一定有打东西，那种医美应该很贵吧？不知道他们一个月要花多少钱在脸上。每次看到网红分享很多新的包包，推荐各种大小品牌，分享着他们的新车新房子，我在内心都会默默的升起一阵的羡慕，然后忍不住来了2句：还不都是赞助？网红赚钱就是容易，他们的内容也很普通啊。但我不属于键盘侠那类的，我当时是属于突然会有2句话直接闪现在心里的那种，也不是故意的，就是有一种控制不住的情绪上来。但其实内心的焦虑早就快要从手机里面满出来了，只是那个时候的我还不知道。久了以后就不喜欢看这样的内容了，因为长期看到让自己不舒服的内容挺累人的。所以当时我把所有这样晒生活晒品味路线的网红全部都停止了追踪。我开始回归平静，我以为的平静。取关以后，那种不舒服确实少了一些，但少了不等于没了，它只是换了一个地方躲着。虽然停止了追踪，但几乎每一次跟朋友聚会见面的时候，还是会听到有关那些网红们的信息。谁谁又在一起了，谁谁好像越来越成功了，谁谁的脸又变了。而且我发现一个现象是，有些人说着说着还莫名的让人觉得有些优越感，好像是他知道的比较多。当朋友知道我停止追踪后，问我为什么，我只说了句：我没有想看他们的内容。朋友尴尬的回了句：哦，这样啊。当时的氛围就是冷到一个极致，我真的超级后悔说出那一句话。我知道这个世界的定律一直都是少数服从多数，而我当时身处在那个少数里，所以我一说完那一句，我浑身就开始感觉到很不安，心里的小剧场也来了。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假掰？为什么他们看到那些网红不会跟我一样感到厌烦？是我太过小心眼吗？我这样说会不会显得我妒忌心很重啊？这些感觉并没有在聚会以后消失，但它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种状态。当嫉妒心被发现以后，就变成了羞耻心。我是不是很不好？我怎么可以嫉妒别人？这样是不对的，我该怎么办？我开始自责自己妒忌的行为，
更后悔跟朋友说出自己是那个异类。为什么我要说出那一句话？早知道什么都不说就好了。我开始找办法，该怎样让自己好受一点。所以我先停止了跟那群朋友的来往。其实大家对我还是一样的好，只是那时候的我内心太过于在乎他们怎么看我，所以我先抽离。至少主动权还在我手上。我也默默地去网上搜了很多有关于心灵上的疗愈方法，也就在搜索过程中，我看见了有人分享心理学家荣格所提出的 shadow 阴影。看到这个概念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点陌生，但还是继续的往下看。第一个让我印象很深的是，他说阴影只是被遮蔽的自己，它可能是脆弱，可能是欲望，可能是创造力，甚至可能是你压抑已久的某种才能。如果嫉妒是阴影的话，那大家会不会都有？这是正常的吗？然后我看到另外一个概念，他说你越抗拒它，它越有力量。阴影不会因为被忽视而消失，反而会在你失控的瞬间突然冒出来。莫名其妙的愤怒，无法解释的嫉妒，对某些人的强烈反感，这些往往都是阴影在说话。所以我的那一些莫名其妙的讨厌不是我的问题，但好像也是我的问题。难怪我从对网红的反感延伸到了支持他们的朋友身上，形成了另一种对立。再往下看到的是投射这个概念。阴影最常见的运作方式是投射。你在别人身上最讨厌的特质，往往正是你自己身上有但不承认的部分。等一下，所以说我在内心里评判着那些网红的同时，也在评判着自己。我不愿意承认什么，我的身上有什么特质，关那些网红什么事啊？而我为什么会无缘无故的讨厌他们？看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只觉得自己越看越不明白，但还是继续的往下看。最后看到的这个概念是整合，不是消灭。荣格不主张战胜阴影，而是与它和解，把它整合进自我。当你愿意看见它，承认它的存在，它就失去了在暗中控制你的力量。这个过程，他称之为个体化，成为一个完整的人，而不是一个只展现光明面的人。我一开始觉得很疑惑，要怎么和嫉妒心和解？荣格说要先看见它，承认它，但他并没有说出具体该怎么做。所以在有一晚睡前，我静静地闭上眼睛，在心里问自己，我为什么会对网红产生嫉妒的心理呢？并对自己的心说，我看见你们了，嫉妒心和羞耻心，我也承认你们的存在。现在的我选择回归于平静。然后我就这样静静地待着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也不想，也停止了自责。
说实话，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，感觉有一点傻。一个人在黑暗里问自己为什么要嫉妒别人，还安抚自己的嫉妒心和羞耻心，这样做很奇怪耶。但我还是待在那里等了一下，没有什么变化，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事情发生，该睡了。也就在那以后，我开始察觉到一些浅浅的变化，我好像开始想通了很多事情，也好像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事情，不再只是以我这个表面的角度出发。我还发现了，我说的取观回归平静，并不是真的回归平静，更多的是为什么他们有的我没有。我以为这些阴影就是坏掉的自己，但重新整合以后，我才慢慢发现，我的取观不但没有让自己获得真正的平静，它反而变成了一种抗拒，一种我不可能会有的心态，并慢慢变成了一种这2个字说出来我自己都吓到，仇富，一种仇富的心态。原来当时的我不只是嫉妒，还有一部分是在抗拒金钱与财富，也就是荣格所说的被遮蔽的内在欲望。仔细想了一下，我的确是一个不敢谈钱的人，也一直都面对不了金钱这件事，因为我总是觉得自己没有。曾经看到网红创立的品牌，心里都会想，网民的钱真是好赚，他们真好命，有这么多人为他们的生意买单。荣格说了整合，但该怎么整合？光靠理论，我还是不太知道该从哪里开始。后来我开始练习一些方法，宣告、静坐、不解释。这些方法并不是立即见效的，但它会慢慢融进生活里。也就在不经意的一瞬间，我突然理解到了，其实我所讨厌的那些网红，只是做了自己想做的，才会有了今天的成就。也许在我的心里，也有特别想要成就的事情，只是我忙着关注外在的世界，别人的生活，别人的成就，别人的作品，别人所拥有的一切，而忘了去看我自己想要成就的事情。所以跟那些网红的差别就在于，他们早就已经起跑了，并在自己的领域跑出了属于自己的路，而我还站在原地，抱怨着没钱买鞋。后来在双生子宴的内容里，看到他们分享说，当我们想要过上理想的生活，或有想要获得的事物，如果他们出现在我们的面前，不管它是属于谁的，都要马上去祝福它，这样我们就会更靠近这些美好的事物，并时刻的感恩身边已经拥有的一切。这样做就会减少藏在我们内在的匮乏，而仇富本身就是一种匮乏。当我明白了这些事，接下来就是去执行。我发现
当我开始学会感恩与祝福这两件事，我开始觉得不再讨厌谁了。我开始单纯的注意到了美好的事物，而不是去计较谁拥有了它。我再一次的去看之前那些让我感到反感的网红，仔细感受胸腔的位置，好像比之前放松了许多，也突然觉得没有什么好讨厌的了，反而开始感恩他们，让我看到了丰盛的可能性。之前因为嫉妒而产生的羞耻心，也莫名的消失了。我回到了那群朋友的身边里，因为我本就知道朋友们其实没有错，他们并没有因为我跟他们的不一样而排挤我，只是当时的自己把自己孤立了起来。一切都还是一样，他们还是原来的他们，只是我不再是那个封闭的版本。有一天，我在中午12点的时候走在大街上，太阳就在我的头顶上照耀着大地，很亮很亮。但当我低头往下看的时候，还是看到了地上的影子。有光的地方就有暗的地方，那么在暗处也会有光的存在，对吧？阴暗面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不愿意走出困境的自己。勇敢的人终有一天都会遇见那个更开阔、更自在的自己。你有没有曾经莫名的讨厌某个人，在事后却不知道为什么？欢迎匿名留言，聊聊你的阴暗面。我都已经晒出来了，轮到你了。如果你对想要抽离那个阶段有共鸣，第6集聊的刚好就是那件事，欢迎大家去看看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咯。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，欢迎大家点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感谢大家，我们下期见咯，拜拜。